朋友们，很多人呢都会告诉你，让你去主动向上攀援，向上链接。比如你想成为有钱人，你就要向上结交那些有钱人。但这里就有2个问题。第一，就是你向上攀援，你能给对方提供什么价值？第二，你如何确定你攀援的不是恶缘呢？绝大多数你主动攀援的缘都是违缘，因为贪心而主动攀援的人才是最容易被骗的，而这个缘皆是由你的起心动念决定的。有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福德多不多，其实很简单，你只要看现在你的起心动念是善念多还是恶念多。有的人善业成熟，起心动念、言行举止都暗合天道，犹如老天爷在后面追着赏饭吃。有的人恶业成熟，违背天道，劳累奔波，处处是高墙。因为天道的属性是利他，是奉献付出，是感恩，具备这些品质才能展开幸福的人生。反之，就要反思自己了，是否张口我，闭口我，只为了一己之私。但你可能会说，有句话叫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很多人拿这句话作为私欲的挡箭牌，但你可能真的误解了这句话。先不解释这句话什么意思，听听下一句，估计你自己就明白了。下一句是若只为己，天崩地裂，明白了吧？这整句话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，做人一定不能太自私，不然你的世界就完了。上半句的为是作为、修为的意思，整体的含义是，一个人如果不提升自己的作为、修为，那便会为天地所不容。讲的是人一定要多内求，只有内圣才能外王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总是为了一己私欲，那天道一定会出来阻碍，比如身体、家庭关系、事业、财务总出问题，事与愿违等等。天道是爱的化身，一旦走偏了，他就会用痛的方式提醒你，希望你能及时修正，不要再执迷不悟，否则就会加大筹码。就好比在游戏中一开始让你情绪不好，如果还不调整，就让亲密关系或人际关系出问题，或者生点小病，若还不调整就是大病。如果积累的游戏筹码消耗完了，那就直接进入下一个循环，继续重复未完成的课题。所以你必须非常灵敏，见地非常的正，才可以利用这些痛苦回归真我大道，借淤泥而生莲花。不然就如同离开大地的花朵，随时会枯萎。为什么会枯萎？全在于你对小我的执着攀援。好比现在追求的幸福快乐，多数都是建立在争斗、对立、贪婪、索取、算计上的，绝对不长久，而且随时会出问题。用匮乏心攀援索取到的，就如同在泡沫上砌房子，砌得越高，垮塌的时候就越彻底，不仅会影响自己，还会波及自己的亲密关系。那有人可能就会说了，如果我不攀援，那还会有好的资源来到我这里吗？也会，在任何一个环境下，你只要在行运的路上，自然就会有资源主动来找你。因为所有有好资源的人都在寻找他认可的人去合作，这是由规律决定的。所以你想去攀援一个成功的人士，不是说不能攀，关键是他是不是你的善缘。而且攀援这件事你不能执着，所以怎么样才能够提升自己的财富？在攀援这方面，大家不要花太多时间，大家重点把时间放在提高认知上、付出上、利他上，这才是重点。所以要多听闻正知见、善知识，多积德。有很多高人和成功的人都在做一件事，那就是不求回报。
力所能及的去帮助有缘人。人生想到达一个很高的高度，首先必须具备的一点就是有很多人能托举起你，同时又有很多人在上边提携你，这个大家认同吧？但是在当下的时空节点，看似聪明的人太多，傻的人太少，他们不仅执着外物，还习惯于将外物据为己有，让他去学习觉者，体悟觉者的智慧，他们却去拜觉者、求觉者，这完全是迷信。比如大多数人喜欢去寺庙、道观之类的地方去求财富、求健康、求事业，以为自己真心求，买的水果鲜花越多，香火越多，就越能求到。其实这是不能相应的，因为觉者是处在利他心的频道上，彼此不同频，所以得不到能量加持。只有能像觉者一样利益众生，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。为什么？因为同频，而觉者就是富足圆满的表率。他也会说，不是我救了你，是你在自救。你若拿不出恭敬心、虔诚心、谦卑心、清净心，那现实中的贵人看见你都会绕路，不愿意出手，连攀援的机会都没有。你愿意和一个心眼很多、目的心很强的人一起玩或者共事吗？相信大多都是不愿意的，对吧？因为不同频，对接不上，哪怕给你更高的知见、启迪和智慧，你也接不住，因为你想的是怎么更好的不劳而获。但当你开始行道的时候，各种能量都会向你聚拢，幸福一直在那，从来不会偏袒谁。只有当你的内心清净、安宁、接纳、允许，它才能自然显化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吸引力法则其实跟因果是一回事。吸引力法则就是你呈现出什么样子，它就会吸引同样类型的人事物，也就是事物与事物之间，决定它们相对位置关系以及位置距离的，是它们的频率是否相同。频率越相同，它的吸引力就越大。频率如果不相同，它可能会有些排斥力。如果说它的频率是不相干的，那它就没有作用力。所以它也是有因果关系的，只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因果呢，可能主要是体现在时间上的因果，而吸引力法则，它不光是时间上的因果，它还有空间上的因果。好，有点扯远了。那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呢？4个字：一切随缘。这里的随缘呢，不是让你什么都不做，而是有意去做一些事，但又不去强求结果，以事而行，造事却不强求。还记得我们之前说的吗？菩萨种因，凡夫种果。想想你身边那些格局很小，任何时候都只考虑自己的人，他们现在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呢？有什么成就呢？为什么他们的生活不太好呢？是不是因为他总是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呢？而这样的朋友，你愿意和他相处吗？如果你愿意，我估计你也只是把他当个工具来用。毕竟大家好才是真的好。而菩萨是不是一直都在种因呢？眼界有多高，格局就有多大，你的世界就会有多大。那些自私的行为看似是获取，实则是一种失去。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，其实我们不应该先要求世界给自己带来温暖，而应该想一下自己有没有用善良去温暖这个世界。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，就是为了让我们从内在修正自己，用正确的态度去看待世界。如果一个人能用一颗温暖的心去对待这个世界，那他得到的一定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生。很多人见到美好的东西便心中念念不忘地想，我的都是我的。说句不好听的，
也就那么一点格局，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才能得到多少？道德经里有这么一句话：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生存，非以其无私也，故能成其私。意思就是圣人谦虚谦让，退身于别人后面，反而能得到众人爱戴与拥护。他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，反而能够保全自身。正是因为他不自私，所以反而能保全自己。愚昧之人都是从小心眼的自私自利开始的。只有你不将自己局限在狭小自私的位置上，才能获取的更多。越分享越快乐，越付出得到的会越多。我们老祖宗为什么说爱出者爱返，福往者福来？是因为人与人之间是相互的，自己给出的是什么，收获的就是什么。自己赠予他人爱意，他人也一定会如数奉还给自己。哪怕别人对自己没有心存感激，但是种下了福因，日后也一定会收获福运的果实。这就是因果。因果不是迷信，它就像牛顿的第3定律：作用力与反作用力。你用脚踹墙，自然受到墙给你的反作用力。种瓜自然得瓜，种豆自然得豆。一只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，偶尔扇动几下翅膀，就可以在2周之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。因为蝴蝶扇动翅膀的运动产生了微弱的气流，而这气流又引起了四周空气或者其他系统相应的变化，由此引发一个连锁反应，最终导致其他系统的极大变化。这就是蝴蝶效应。可见一切都是前因后果，只是很多时候成因太过复杂，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范围。换个词也许更好理解，错综复杂的条件促成了结果，因此逆境顺境都是因果。一个经常乐善好施的心善之人，能够像水一样去滋润众生而不苛求回报，可以用崇高的品德感化众生，接人待物。这样的人往往都能广结善缘，为自己造就福因。善举做得越多，得到的回报也就越大，同样遇到贵人的几率也会越大。那你觉得这种看似不起眼的良性循环，能给你的人生带来多大帮助呢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